今天暴弟啊看到一条私信，上来啊就让暴弟救救他。大家看一下，吓了我一跳。结果一看，原来是拿驾照6年了啊，买了新车不敢开。关于这个事儿，你问暴弟算是问对人了。相信不少的新手朋友啊也有同感嘛，拿了驾照很久却不敢开车，因为啊没有摸过车，坐在车内总感觉车比路宽。那有些新手朋友壮着胆子开车上路以后呢，却把车子蹭的这一块那一块的。这不，暴弟啊刚好停车啊，车旁有一台车，大家看一下，蹭的很长的一段，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咱们修可不就得好几百吗？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今天暴弟啊就来给你分享几个判断车身与障碍物距离的方法，新手掌握以后能够有效提升你的车感，老司机啊都夸你会开车。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现在跟随暴弟的镜头，我们反镜头来给朋友们实际的演示一下。好，首先视频开始前呢，暴弟啊要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练习的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安全封闭的路段。现在暴弟啊，大家看一下，是在一个停车场内，对不对？你不要说啊，在大马路边找一条线就直接开始练习了。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判断车辆左侧的安全距离。首先是左侧车轮压过的位置，大家看一下，我们按照暴弟的方法，把我们左侧的前后轮找一根比较长的实线，把车轮压在上面。压在上面以后呢，咱们第一步关键点也就完成了。这个方法我们主要是判断我们车轮压过的地方，比如说啊，我们经过红绿灯路口，你的车轮有没有压线？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所以被扣了分，对不对？这个方法我们练习以后，我们可以有效的知道我们车轮的位置，可以更好的提升我们车感。好，我们压好以后，回到车上以后，第一件事儿你注意就是说啊，保持好我们正常开车时的坐姿，往前去看。你不要说啊，你这样左右摇摆的去看，或者说啊，你前后探着去看，这样都是不精准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坐姿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暴弟啊，从来不建议大家啊去找实点，比如说某个固定的点位就是哪个位置，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去找最佳适合自己的点位。也有可能啊，我们车上每个位置点位不同。这里啊，做点位之前，暴弟啊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啊这样的啊胶带，或者说一个这样的点位贴都可以，就是用来做标记嘛。好，我们保持好最正常的开车坐姿以后，我们往前去看，看看这个线啊，刚才这个长实线，大家也知道我们车轮是压在这个长实线上了，对不对？看看这个长实线和我们车上哪个点位相交重合，大家看一下，此时我们往前去看，刚好看过去，是不是就是啊暴弟现在手指指向的地方和我们这个前方的这条长线重合呢？好，现在呢我们就找一个这样的点位贴，给这个重合的地方做一个标记点。好，大家看一下啊，好，大家看一下这个点位做好以后，它就是咱们车轮左侧车轮压过的位置了，也就相当于咱们左侧车身的位置。如果说你需要会车时，你发现这个点位和前方的车辆重合了，那么你过去一定会剐蹭到。现在暴弟下车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左侧车轮刚好压在这条线上，对不对？我们可以根据暴弟这个方法，保持正常的坐姿往前去看，我们看一下这个点位在哪里，你就给哪里做一个点位，这就是咱们左侧车身的一个位置。接下来暴弟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点位，也就是咱们左侧车辆会侧的一个点位，我们慢慢的开出去，让我们的车身和这条线保持啊大概30公分左右的距离，车距。好，此时我们的车辆啊也就大概30公分左右了。现在暴弟下车看一下。好，朋友们来看一下，此时我们车辆啊车轮距离这条长实线是不是大概啊30公分左右？为什么说要保持30公分呢？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个后视镜啊，它是突出我们车辆车身外的。如果说你只计算车轮的位置，那么我们过去很容易啊剐蹭到这个后视镜。那么后视镜突出车身大概也有啊10几公分左右，那么这个30公分是完全够我们来会车，或者说通过一些比较狭窄的路，两侧有障碍物的路段的。好，现在我们停好以后，记住前后一定要停平行。如果说你前宽后窄，或者说前窄后宽，那么这个点位我们依然是不标准的。停好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车上。回到车上以后啊，大家看一下，依然是保持我们刚才最正常开车的坐姿。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左侧这条长白实线是不是已经啊往左挪动了一些呢？这就说明啊我们这个点位啊这里一样是我们左侧车辆左侧车身距离障碍物30公分的一个点位。我们看一下左侧的后视镜，对不对？大概30公分。好，
我们依然保持正常的坐姿，然后呢，把这个点位给它标记起来。这就是我们左侧车辆会车的一个点位，或者说我们通过载路时需要用到的一个点位。好，这个点位做好以后，我们平时用来会车时，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点位去会车。现在报地找一辆车来给大家去实验一下。好，朋友们，我们就拿左侧这辆车来实验一下。现在朋友们来看一下，左侧这辆车是不是和我们刚才左侧车轮30公分的一个安全点位底部重合呢？对不对？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我们左侧车头，大家看一下这一节已经超过了这辆车，已经重合了，对不对？有些朋友感觉可能说我们经过以后会剐蹭到，其实呢，我们的车辆并没有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宽，因为我们坐在车内有视觉误差的原因，我们就按照刚才报地所分享的这个方法，找到左侧车辆车轮的位置，还有左侧安全30公分的一个安全位置，用来会车就可以。好，我们往前走来实验一下，始终让我们30公分的一个安全点位去扫着会车的目标车辆走，它的轮胎底部。好，大家看一下，我们已经安全的通过了，对不对？那么现在报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车辆距离左侧这辆车还要多远。好，此时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车辆距离旁边这辆车至少还有30公分的安全距离，对不对？我们即便说两侧的后镜都是突出车外，我们也可以安全的会车，安全的通过，并且呢，我们按照这个方法也不耽误我们开门下车。大家看一下这个会车距离是不是非常的安全呢？好，接下来是咱们右侧判断车辆车轮位置的方法。我们一样将前后车轮都压在一条长实线上，一样是前后停平行。大家看一下，对不对？如果说你前宽后窄，那是不标准的。停好以后，我们依然回到车上，按照刚才报地所分享的方法去寻找这个点位。好，我们回到车内以后保持正常开车时的坐姿，往右侧去看，依然看到右侧这个长白实线和我们车上哪个位置相交呢？是不是就是现在报地手指指向的地方呢？我们依然用一个点位贴把它给标记出来。好，大家看一下这个点位做好以后，它就是咱们右侧车轮所压过的位置了，也就是说咱们右侧车身的位置。依然同样的方法，想找右侧会车时的点位，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车辆停至距离这条长白实线30公分处的地方。现在报地挪动一下车辆。好，朋友们，此时来看一下，我们前后车轮刚好距离这条长白实线大约30公分左右，对不对？那么这个点位我们可以用来窄路会车也好，通过窄路也好，或者说我们靠边停车也好，我们可以把这个白色的长实线想象成一个马路牙子，对不对？因为我们需要靠边停车时，我们都需要车辆右侧紧贴路沿，我们可以用到这个点位去靠边停车。回到车上，依然用同样的方法去寻找右侧30公分的一个安全点位。好，我们回到车内以后依然保持最正常开车的坐姿，往右侧去看。右侧大家看一下，这条长白实线是不是和我手指指向的地方重合呢？对不对？此时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雨刮器的骨节点。那有很多车辆它其实和报地的车一样，都是右侧雨刷器的节点，就是咱们右侧车辆距离障碍物30公分的一个点位。但是呢，并不包括全部的车辆都是，我们可以按照报地的方法去寻找一下右侧车辆30公分的安全点位。找到以后，依然给它做一个标记点。这个点位做好以后，它就是我们右侧车轮距离障碍物30公分的安全点位了。只要当我们右侧需要会车时，或者说我们右侧通过窄路时，只要右侧的障碍物在咱们右侧30公分安全点位以外的位置时，那么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车辆的右侧的一个安全的宽度，对不对？那么当我们知道了左右两侧的一个安全点位以后，我们把这两个点位结合一下，也就是说报地现在手指我的大拇指和我的中指指的两个点位，也就是说左右两侧30公分的安全点位，对不对？把它们结合一下，是不是就知道我们车辆左右两侧的一个宽度了呢？当我们知道这两个车位的两个点位，知道我们车辆的一个整体宽度以后，我们再通过窄路时，是不是会更加的游刃有余呢？那有些朋友该说了，我们的车辆放眼望去车辆这么宽，就比如说前方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放眼望过去，左侧宽出了这么多，那么右侧一大半都已经压在了线以内。我们把它假设成一条路的话，我们往前走，那肯定新手以为能剐蹭到，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坐在车内的一个视觉原因的一个效果，总觉得
车比路宽，其实并不是的。我们的车只有暴弟现在的手指向的位置这么宽，只有这么宽，你只需要把它想象成你的车辆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在通过窄路时就不会说感觉到害怕。只要我们通过窄路或者说线宽兜时，两侧的障碍物都在咱们30公分安全点位以外时，我们通过就是安全的。下面暴弟找一个线宽兜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好，朋友们，现在来看一下前方中间有一个兜，对不对？相当于一个窄路线宽兜。那么现在暴弟就利用我们刚才做了这2个30公分的安全点位来实验一下能不能通过这个窄路线宽兜。好，我们慢慢的往前开，往前开的同时，我们盯住左右两侧的这2个点位，当它和大家看一下前方障碍物重合以后，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刚才暴弟给大家说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是30公分的安全点位，对不对？说明我们的车辆距离这个线宽兜或者说这个障碍物还有30公分，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我们来慢慢的试一下看看。好，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已经安全的通过了呢？此时我们左右两侧的距离还都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只需要直着往前开就可以安全的通过。好，大家看一下，安全的通过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只要障碍物那么在我们车辆左右2个30公分的安全点位以外，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包括我们会车时，或者说通过左右两侧有障碍物时，或者说通过窄路时。那么现在暴弟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窄路会车的一个方法。好，我们找一个窄路，就拿前方右侧这辆白车来说大家看一下前方那个右侧的小白轿车。好，用我们右侧这个点位扫着它去走，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点位和前方车辆的轮胎底部是重合的，对不对？那么我们通过距离这辆车至少还有30公分。好，此时大家看一下我去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车辆后视镜已经过了，对不对？没有剐蹭到，但是呢，前方这辆白色的车它是斜着停的，所以说暴弟就不往前开了。这证明这个点位我们通过窄路会车，或者说右侧会车时，或者说左侧会车时，只要障碍物在这些个点位以外，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接下来第3点，判断咱们车头与障碍物距离的方法。同样的方法，我们把车头停在一条长实线距离30公分的点位，此时我们回到车上去看一下这个线在我们车上哪个位置。其实刚才这个方法适用于我们停车时，大家看一下前方有马路沿，对不对？那如果说一些底盘比较低的车辆很容易撞到马路沿，再或者说有墙面。好，现在回到车上以后，我们往前方去看看这条线在我们车上哪个位置。大家看一下，我们往前看是看不到这条看不到这个长白实线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要去看我们左侧车窗外了。此时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长白实线和我们车上哪个点位相交呢？是不是就是我们后视镜最下边缘这点，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车头前方与障碍物距离判断的方法了，就是看我们后视镜的下边缘。也就是说，当我们后视镜下边缘和前方墙面的接地缝，或者说马路牙子交叉重合时，就是我们停车最佳的时机了。也就是说30公分左右。现在呢，暴弟利用前方这个马路沿来给大家实践一下，看看是不是刚好停车30公分。好，现在咱们把车辆慢慢的往前开，让咱们后视镜的下沿去接住前方马路牙子的下沿，我们停车看看是不是刚好30公分。如果说不精准的话，那么暴弟的车很有可能会撞到前方的路沿石。好，大家看一下，刚好重合了，对不对？那么此时我们就下车看一下暴弟现在说的是前方的这个路沿是这个石头沿，不是说这个白线。看我们车头距离这个路沿石是不是刚好30公分。好，此时大家来看一下，这么大的距离刚好30公分左右，我们停车也是刚好的一个距离。无论说前方是路沿石还是墙面，只要说我们后视镜的下边沿和这个路沿石的下沿重合时，或者说墙面的下沿重合时，也就是说这个直角重合时，我们停车刚好30公分。朋友们可以利用暴弟这个方法去实验一下，因为暴弟这台车也是车长超过5米的车，车辆算是比较长的。如果说你是5.3米、5.4米的车，你就不要用这个方法了。凡是低于5.1米的车辆，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停车，刚好30公分。刚才暴弟上面给大家说了判断车头停车时距离障碍物的方法。那么如果说我们拐弯时如何判断我们车头与障碍物的距离，避免剐蹭呢？很多朋友比如说遇到窄路时，我们需要拐弯，前方有障碍物，一不小心就可能说剐蹭到左右车头角。那么很简单，暴弟现在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遇到
前方停有障碍物时，我们拐弯时判断车距的一个方法。我们比如说前方有一面墙，我们盯住车辆的引擎盖，慢慢的往前开。当我们的引擎盖的前边缘和前方的墙面，大家看一下接地缝，也就是说墙面和地面的分界处重合时，此时我们车头距离前方墙面还有3米左右，我们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方向都可以安全的拐过去。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还很安全，距离还很充足。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刚才说了，如果说遇到真正比较狭窄的路段，我们应该如何呢？前方没有这么宽的距离，对不对？那么现在抱地再倒回去，给大家重新说一说。好，如果说前方没有这么宽的距离，那么我们就继续往前开。刚才抱地给大家说了，这里重合以后引擎盖和接地缝重合以后是3米，此时距离很宽敞，我们继续往前开。我们盯住左侧 A 柱的这个夹角，当我们在左侧 A 柱夹角能够看到前方墙面的接地缝时，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的情况。我们此时车头距离前方墙面大约还有2.3米左右，就是我们拐弯的一个极限的距离了。大家知道刚才抱地给大家说了，我的车长大概在5.1米左右，车头还算比较长的，我的车能拐过去，相信车长低于5.1米的都可以拐过去。此时我们看到这个点位重合以后，我们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方向都可以安全的拐过去。好，大家看一下，记住速度一定要慢，因为我们转弯的速度会影响我们转弯的半径。好，大家看一下，安全的转过来了，对不对？你记住刚才我们在左下角的夹角看到这个接地缝时，已经是一个非常极限的距离了。我们如果说再往前开，就有可能说剐蹭的风险。那如果说我们拐弯时前方有横放的障碍物，或者说横放的车辆是窄路，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我们车头与前方车辆的距离呢？好，现在抱地大家看一下，右侧有一个狭窄的入口，刚好可以给抱地给大家做一下教学演示。大家看一下，我们需要从这个入口转过去，然后呢前方有一辆横放的车辆，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要往左转弯，我们就尽量贴近右侧。好，右侧的距离留宽留足以后，我们右侧才不会说剐蹭到右侧这辆车。好，慢慢的往前开，开到什么位置呢？大家看一下，一样是盯住我们的引擎盖的前边缘，只要我们的引擎盖前边缘不超过前车轮胎一半的位置时，我们就可以直接拐弯，不用担心我们的车头会剐蹭到前方的车辆。好，大家看一下，已经安全的拐过来了，对不对？怎么样，朋友们？刚才抱地以上给大家所分享的4种判断车辆前后左右距离的方法，你都学会了吗？虽然说视频有点长，但是呢，你耐心看完，对你的车技车感肯定会有一定的提升。包括抱地刚才拍摄视频是用的这个支架记住不要说开车玩手机是很危险的。包括抱地刚才用的这个点位贴，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橱窗中可以找到，并且这个点位贴它是晚上夜光可以看到的，它是有一个反光的效果。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说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记得分享给你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抱地不求点赞，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少一例事故，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